在当下快节奏的短视频时代，一部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拍摄，却依然让观众产生强烈期待的作品，往往具备某种难以忽视的气质。而《野河荒长》Daha Wang Chuang 第二部的出现，正是这样一个让人无法忽略的存在。从名字开始，这部作品就带着一种独特的意境。野河是一种不受束缚的生命姿态，荒长则暗示着在无人问津之的依旧顽强生长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标题，更像是一种隐喻，一种关于情感、命运与人性的深层表达。本次作品由翟艺莹饰演女主角叶禾，以及 Karen 饰演男主角沈确。这对组合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，他们之间所形成的独特化学反应，恰恰是观众最期待的核心之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部作品从2026年3月20日开机到3月28日杀青，仅用了短短8天时间。对于传统影视剧而言，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速度。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到当下最火热的内容平台，比如抖音、读音或 TikTok， 这样的节奏反而显得合理甚至必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越来越多优质内容反而选择短周期加高密度的创作模式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观众的注意力正在被重新定义。相比传统电视剧动辄数十集的铺陈，短剧更强调情绪的瞬间爆发。每一个镜头，每一句对白都必须具备冲击力。野河荒长恰恰符合这种创作逻辑，用最短的时间讲述最浓烈的情感。而在演员层面，翟艺莹的表演风格一直以细腻与层次感著称。他擅长通过眼神与微表情传递复杂情绪，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角色的内心世界。而 Karen 则更偏向冷静克制，她的表演往往带有一种疏离感，但正是这种距离，反而增强了角色的神秘与张力。当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表演方式碰撞在一起，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微妙的观感，既克制又炽热，既疏离又依赖。这种关系本身就很野合。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剧情潜在的走向，不难发现，这类题材通常会围绕几个核心元素展开：压抑的情感、无法言说的过去，以及在极端环境中逐渐暴露的人性。野河荒长的意象也许暗示着女主角叶禾的成长轨迹，她可能经历过某种创伤，被迫在荒芜的环境中独自生长。而男主沈确则很可能是那个闯入者，他既是破坏者，也是拯救者。但真正吸引人的并不是故事本身，而是关系的变化。在短剧的叙事中，人物关系必须迅速建立，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转折。这意味着观众将看到更加直接、更加激烈的情感碰撞。比如，他们是如何相遇的？是偶然，还是命运的安排？他们之间的信任是如何一点点建立的？又是在什么瞬间彻底崩塌？当真相浮出水面时，他们会选择彼此，还是选择离开？这些问题正是推动观众不断追看的关键。此外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：视觉表达。短视频平台的作品往往更加注重画面感，光影、构图、色彩都会成为情绪表达的重要工具。如果野河荒长能够在这方面做到极致，那么它很可能不仅仅是一部短剧，更是一种视觉体验。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：荒芜的湖边，一片野河在风中摇曳，夕阳的余光洒在水面上，泛起微微涟漪。叶禾站在那里，眼神复杂而坚定。沈确在不远处静静看着他，却始终没有靠近。没有对白，但情绪已经溢出屏幕。这就是短剧的魅力。再回到创作本身，8天的拍摄周期其实对演员和团队都是极大的挑战。没有反复打磨的时间，每一个镜头都必须即拍即对。这不仅考验演员的专业能力，
也考验导演对整体节奏的把控。但正因为如此，作品反而更容易保留一种真实感，没有过度修饰，没有刻意雕琢，一切都显得更加自然，更加贴近情绪本身。而这种真实，恰恰是当下观众最渴望的。在信息过载的时代，人们已经厌倦了套路化的剧情与千篇一律的表达，他们更希望看到一些不完美但真实的故事，那些带着棱角、带着情绪，甚至带着痛感的作品。野河荒长很可能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现实问题，短剧虽然节奏快，但如果处理不好，很容易流于表面。情绪有了，但深度不足；画面精致，但缺乏内涵。所以这部作品最终能否真正打动观众，关键还是在于它是否只是好看，还是有共鸣。如果观众在看完之后只记得几个高光镜头，那它可能只是一次成功的视觉消费。但如果观众在结束后仍然在思考人物的选择，甚至在某个瞬间想起自己的经历，那么它才真正具备作品的价值。而从目前的信息来看，野河荒长显然具备这样的潜力。最后，我们不妨回到最初的问题：你会期待这部作品吗？你更看重的是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，还是剧情本身的张力？你觉得在短短8天的拍摄中，真的能够诞生一部打动人心的作品吗？如果你是叶和，你会选择继续荒长，还是走向新的命运？而如果你是沈雀，你会靠近，还是转身离开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并关注频道。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。